割开精神病人的太阳穴，再用手摇钻孔器指导大脑，直到将额叶组织捣乱。这不是什么变态的刑罚，而是在1949年收获了诺贝尔医学奖的灵魂抽取术。将额叶切除后，人便会失去情感，自然也就失去了所有精神病的症状。这家精神病院的院长对手术进行了升级，只需要一把普普通通的冰锥，对准眼窝上方40度的骨头，再轻轻的来上一锤，额叶便能被轻松切除。手术恶心吐了护士长，吓昏了投资人，就连铮铮铁骨的男护士都不敢直视，唯独刚入职1天的拉拉学得聚精会神，甚至带头鼓起了掌。这个手术即使再恶心，他也必须学会。1星期前，拉拉舟车劳顿来到这家偏远的精神病院应聘，他等了几个小时才被院长接待，对方却无情地拒绝了他。拉拉出门到厕所补妆，听到了走廊尽头传来了奇怪的声音，打开一看，一位护士竟然正和病人激战中。这绿色的灯光说明了一切。拉拉一声不吭地走了出来，连门也不帮人家带上。临走前，他在前台顺走了那位护士的包，根据里面的证件找到了对方的丈夫和女儿，再捡了个洋娃娃来威胁护士。第2天，州长突然来精神病院视察，院长却收到了护士的辞职信。正当他愁着人手不够的时候，拉拉又出现在了院长面前。他穿上护士服，偷偷给一个病人服下了降血压的药，病人瞬间心脏骤停，倒在了地上。正当众人手足无措的时候，拉拉迅速上前，在州长和记者面前上演了一出紧急抢救的戏码。州长立马表彰拉拉的临危不乱，还和他一起合影作秀。院长没办法，只好将拉拉留下来，但拉拉心里明白，等州长一走，院长还是会找机会把自己赶走的。他找到了一个刚得知哥哥死亡的重度抑郁症患者，怂恿他通过自杀来解脱，并告诉他院长的办公桌上有一把裁纸刀。拉拉在走廊上假装和院长偶遇，办公室里传来了响动，他们走近一看，一具尸体倒在了地上。院长的焦虑症瞬间发作，变得六神无主。拉拉趁机安抚不知所措的院长，让他赶紧去稳住州长，尸体就交给我来处理。最终尸体被火化，拉拉也顺利留在了医院。他之所以如此处心积虑，可不是为了工作，而是因为他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。1周前，4名神父在家中被害，死状极其惨烈，民众高呼要将凶手就地处决，但是依照法律程序，凶手必须先在这家医院进行精神病评估才能被送上法庭。而拉拉正是这名凶手的姐姐，所以她不惜一切代价混进医院，为的就是将弟弟救出来。可糟糕的是，弟弟被视为极度危险的罪犯，不仅被单独关押在地牢，就连洗澡都不能松绑，一旦被视为精神正常，等待他的将是死刑。更麻烦的是，弟弟当晚杀红了眼，没注意到床下还藏着一个，于是这位神父就成为了重要的目击证人。拉拉伪装成信徒接近神父，假装希望凶手受到审判，并用虔诚的祈祷骗取了神父的信任。拉拉告诉还胆战心惊的神父，可以先将经过告诉自己，为之后的出庭做好准备。神父就这样被拉拉骗到了旅馆，一杯茶水下肚，神父不省人事。醒来时，他已经被五花大绑在了床上。拉拉拿起冰锥，向神父实施了自己刚刚学会的额叶切除手术。 God bless you, Father. 女人被锁进浴缸，一瞬间水温上升，女人疼得撕心裂肺，不断求饶。护士告诉她，必须先用48度的烫水清蒸半个小时。时间一到，女人被趁热捞出，再放进冰水里冰镇5分钟。女人被折磨得差点断气，再也不敢有任何违背医生意愿的想法。于是护士宣布，恭喜你被治好了。而之所以要这么对待女人，全因为她前一天请了拉拉去吃生蚝，还把她带到了一家百合酒吧。在这个年代，这种取向会被视为是在亵渎上帝，因此必须接受治疗。拉拉在这家精神病院中受益匪浅，这个神父目睹了他的弟弟杀人，拉拉便用学到的冰锥疗法切除了神父的额叶。手术很成功，神父坐到了轮椅上，流着哈喇子，他这辈子都安静了。证人解决了，但是弟弟的诊断却不顺利，他表演的实在是太完美，完美到不可能有一个精神病人同时拥有这么多症状。院长一眼就看出了弟弟是在装疯躲避刑罚，精神证明开不出来，弟弟就难逃一死。正当拉拉谋划着要如何搞定院长的时候，他偶然撞见了院长被一个光头男持枪追杀。拉拉请劫后余生的院长示范，让他说出他到底犯了什么会引来杀身之祸的大错。院长自然不愿意轻易透露，但之前办公室的那具尸体已经把他们绑在了一条船上，他也只好说出那件令他心惊的陈年往事。几年前，院长接到了一个富婆的委托，去治疗他那个喜欢到处用针扎人的儿子。没想到意外发生了，富二代趁院长不注意往水里倒入了一整瓶致幻剂，整整是治疗剂量的200倍。一口下去，两人一起发了疯。富二代说他看到了上帝要赐予他一双神之手。不久后，他真的带着一对手臂来到了院长面前。 We are going to put these on me. 院长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富二代活生生将园丁的手砍了下来。随后，富二代又砍断了自己的手臂，让院长为他接上神之手。院长照做了，但是富二代后来却出现了败血症症状，连双腿都坏死了，最后不得不全部截肢。院长隐姓埋名，逃之夭夭，用假证件在偏远郊区开启了这家精神病院。如今富婆查到了他的真实身份，派了光头杀手要将院长碎尸万段。听了如此血腥的故事，拉拉依旧淡定自若。光头杀手这辈子都是一个人风里来雨里去的，一看就是扛不住诱惑的人。拉拉略施美人计，给了光头一个温暖的港湾，就轻松将他拿下了。光头又把院长和富二代的故事说了一遍。拉拉假装震惊，表示自己就是那家精神病院的护士，可以帮光头除掉院长。第2天晚上，拉拉把光头杀手带到了医院，支开前台和门卫，让对方混进了院长办公室。洗手间突然传出声响，光头循声而去，下一秒
这一切都是拉拉和院长联手布的局。他们把被砸晕的光头伪装成病人带到了水疗室，将水烧开，重重锁上大门。水温越来越高，杀手疼得大叫。当他终于奋力挣开束缚时，早就被炖得骨肉分离。他撑着骨架逃出诊室，却撞见了值班警卫。警卫被这步步逼近的鬼东西吓了一跳，惊慌的开枪射击。警卫傻了，医生也傻了，只有拉拉淡定的把光头扔进焚尸炉毁尸灭迹。这下院长和拉拉彻底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，弟弟的装疯行动可以顺利展开了。拉拉在焚烧尸体前，偷偷从光头杀手的衣服中翻出了钥匙，打开了他暂住的旅馆房间，找到院长和雇凶富婆的资料。拉拉打响了富婆的电话，告诉对方你派来的杀手已经被我解决了，如果你还想解决院长的话，建议跟我合作。 You'll be seeing me very soon, Miss Ratchet. I'm looking forward. 拉拉的双面间谍游戏就这样开始了。餐厅里，院长在拉拉的威胁下答应了帮他弟弟脱罪。为了计划能顺利的进行，拉拉还要到了护士长的职位。院长一拳捶烂了老护士长精心烘焙的点心，将他降为了普通护士。拉拉身为护士长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准备为精神病院搞一场周年舞会，让病人和医护人员共同参加狂欢。拉拉来到地牢，告诉弟弟情况，现在院长已经被我搞定，只要再搞定州长就行。我要你在舞会上自残，让所有人都认定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神病，这样得到消息的州长才会相信你。弟弟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，但并不是因为他终于有机会逃脱法律制裁，而是因为他看上了那个每天来给自己送饭，还给自己展示手艺活的小护士。这个舞会，他终于能和心仪的舞伴共舞了。而没了职位的护士长这边可就伤心了。拉拉给他带来了一个桃子，接着就是一番输出洗脑，让他不要过于伤心。其实这都是院长爱你的表现，他希望你不要过于劳累，这样你们才有时间搞对象。同时，拉拉还建议护士长趁这机会在舞会上邀请院长作为舞伴。护士长娇羞的点了点头。接着，拉拉又转头找到了院长，让他必须答应护士长的邀请。院长想起对方那满是皱纹的脸，就开始恶心。但拉拉这位月老却非要给他们签根钢筋，没办法，院长只好假装答应护士长，并用刚学会的催眠术让护士长放弃参加舞会。可能是在精神病院见识太多了，这招对护士长并没有用，但院长的催眠术却在刚转来的病人身上有着奇效。夏洛特有着典型的多重人格分裂，一会儿说自己是首席小提琴家，一会儿又说自己是战场上的英雄。 Come get me, Adolf. We're gonna finish this thing. 在院长的催眠术下，夏洛特说出了他精神失常的原因。原来他曾经被4个白人关在地下室虐待了9天，无法承受住这痛苦的回忆，内心便创造出了多个人格来保护自己。通过催眠，院长竟然成功让主人格重新掌控了夏洛特的身体。回到家的院长激动地哭了出来，没想到自己这把年纪还能再创医学奇迹。第二天晚上，舞会开始，拉拉把刀片藏在了餐巾底下，静待弟弟表演。院长不情愿地搂起护士长开始跳舞，随着对方越靠越近，院长终于受不了了，羞辱并拒绝了护士长。 No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between us. You will never speak to me again. Do you understand? If you do, I will strike you. I will strike you in the face. 被拒绝的护士长感到又丢脸又气愤，哭着跑进了房间。拉拉立马跟上去安慰他，表示院长只是个嗑药的瘾君子，配不上这么优秀的你，忘了这个不给你留情面的男人吧。拉拉其实知道院长有很严重的焦虑症，只要强迫他去做不愿意做的事，他就一定会爆发。这下好了，院长成功把护士长推到了对立面，拉拉很快就能进行收割了。回到舞会大厅，弟弟和小护士翩翩起舞，拉拉示意他可以行动了。弟弟走到桌前掏出刀片，谁料他竟然没像计划一样对自己动手，而是冲上前割开了警卫的喉咙。小护士也趁机拿走了警卫的枪。原来昨天两人商量好一起逃走，所以弟弟才没有按照香蕉姐的计划进行。这时州长的秘书想要劝说小护士，但他却直接开枪打倒了秘书，瞬间所有人都陷入混乱。两人也趁机开着外面的汽车逃出了精神病院，而这一切却让香蕉姐有些猝不及防。本来计划好的一切，结果现在全部功亏一篑了。而逃走的两人根本毫无计划，两人来到一个废弃的谷仓，疯狂了一晚后，两人都饿得不行。这时他们发现谷仓有一只公鸡，小护士提出让弟弟去杀了公鸡，这样他们便可以吃上鸡肉了。此刻弟弟却犹豫了，杀人不眨眼的他居然不忍心杀一只鸡。 That chicken never had a mean thought. You never did one bad thing. Animals are not like people. 最后小护士只好亲自上场，在掰断鸡脖子的那一刻，弟弟甚至不敢直视。Really? You couldn't watch me? 与此同时，香蕉姐这边因为州长秘书中枪，香蕉姐一直在旁照顾，两人的关系也更进一步。出院后，秘书邀请她一起去看木偶戏，香蕉姐听见是木偶戏，却表现得非常排斥，但她却不知道该如何拒绝秘书的邀请，也只好陪同她一起来到剧场。台上拉开帷幕，木偶戏也正式开始。故事讲的是一对孤儿姐弟被送到寄养家庭，然后被虐待的故事，而这也让香蕉姐陷入了回忆。香蕉姐从小便是一个孤儿，养父母总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殴打她。这天又一个小男孩被送到这个寄养家庭，两个小孩也只能在这个地狱中抱团取暖，他们也把对方当成唯一的家人。终于在这天，一个社工发现了他们的遭遇，他非常同情这两个孩子，于是他伪造了证件，让他们在法律上成为了亲姐弟，这样他们就能一直在一起了。并且社工还为他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富裕的寄养家庭。当来到寄养家庭时，养父母对他们非常好，几乎是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他们。直到这天，养父母把他们带到地下室，这里有一个超大的木偶剧场，但奇怪的是舞台上却并没有木偶。后面他们才意识到，
他们其实就是要上台表演的人。原来新寄养家庭的这对夫妻是一对十足的变态，他们报纸上刊登了一个名为《花季儿童》的节目，并邀请全国各地的变态来看一场乱伦大戏。姐弟俩被养父母强行逼着在众人面前发生关系，也是因为这变态的经历，让姐弟俩有了逃跑的想法。但弟弟却不想就这么跑掉，他想让养父母付出代价。于是这天晚上，弟弟偷偷潜入养父母的房间，趁他们熟睡时，先用剪刀戳瞎了他们的眼睛，然后又在他们的腹部捅了好几刀。弟弟这时让姐姐赶紧离开，看见这一切的姐姐非常害怕，她头也不回地逃走了。而也是这一别，香蕉姐再也没有见过弟弟，直到不久前她才在报纸上看见关于弟弟的新闻。她一直对当年的事情心存愧疚，这就是她为什么要想方设法救出弟弟的原因。而回想这一切的香蕉姐在剧场表现得有些失态，州长秘书也发现她的异样，在她的一番询问下，香蕉姐才把这段经历告诉了她。这一切本来进行得非常顺利，院长已经被她控制住，只要弟弟装疯瞒过州长便可以免去死刑。但弟弟却选择杀死警卫和小护士逃走，让他的计划前功尽弃。而逃走的弟弟和小护士很快便被警察包围，为了不连累爱人，弟弟选择自己出来自首，但小护士却从一旁拿起猎枪打向了警察。最后小护士被乱枪射杀，弟弟则被抓回了精神病院。而得知这件事的州长立马赶来，因为弟弟的这次越狱让他非常生气，他命令院长立马给出诊断报告，他必须要让弟弟处以死刑，否则医院将不会得到政府的任何资助。院长被迫签下了诊断书，但尽管这样，香蕉姐也并没有放弃，她找到之前被院长拒绝的护士长，现在护士长非常反感院长，香蕉姐再将她把富二代弄残废的事情告诉了他，于是两人达成一致，向上级举报了院长，院长也因此被撤职，而护士长暂代院长一职。院长在离开时还不忘带走他最成功的病人夏洛特，他将精神分裂刚刚稳定的夏洛特带到了一个偏远的旅店，就在他准备安抚夏洛特入睡时，门外突然传来警察查房的声音。慌乱之下，院长将夏洛特塞进了一旁的衣柜中，但他忘了夏洛特之所以精神分裂，就是被人关进了黑暗的地下室。等他打发走警察后，把夏洛特从衣柜中放出来时，夏洛特的其他人格又被激发出来，他把院长当成虐待他的那群人，狂暴的性格直接将其放倒，然后用旁边的匕首杀死了院长。等夏洛特情绪稳定过后，他回到了本体人格，刚刚发生的事情他已全然忘记，看着满身鲜血和院长的尸体，他有些手足无措。这时他只能打电话向香蕉姐求助，接到电话的香蕉姐立马赶往了旅店。夏洛特告诉他自己被关进衣柜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他顿时明白发生了什么。他告诉夏洛特不要害怕，自己会处理好一切，并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去往墨西哥，自己则来到一家五金店买了一把钢锯，他割下了院长的脑袋。随后他又将这份礼物送到了富婆的面前，看见院长的人头，富婆非常激动，并痛快地支付了100万美金。富婆迫不及待地又将这份礼物送给了残疾的儿子，但看见这份礼物的富二代却并不开心，并说自己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母亲，他甚至爱他的猴子胜过爱自己。当富婆趴在儿子的身上向他道歉时，他们家的园丁突然从背后出现，用钢叉杀死了富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富二代和园丁的阴谋，就是为了继承富婆的财产。但园丁不知道的是，他也被富二代利用了。事后富二代将所有罪责都推在园丁的身上。几天后，律师来到家里宣读遗嘱，富婆决定将他的一半财产捐给一家博物馆，而剩下的则全部用来照料他最心爱的宠物猴子。当然遗嘱中也有儿子的部分，那就是他死后一定要将他的儿子送进精神病院度过余生。富二代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最后还是比不上一只宠物猴子。而另一边，香蕉姐回到旅店后，竟发现小时候帮助他们的社工出现在这里。他告诉香蕉姐，弟弟在当初杀死养父母后，政府其实判定弟弟属于正当防卫的，他是后来才被送到少管所。而弟弟之所以杀害那4名神父，是因为他的亲生母亲是一位修女，他因为长期遭受神父的欺辱，从而染上毒品，最后死于吸毒过量。他杀死的那4名神父，有3个都是无辜的。而社工这次来的原因就是让香蕉姐不要再想办法救他了，弟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杀人魔，已经不可能被拯救了，让他接受死刑或许是最好的结果。但香蕉姐还是有点不忍心，她凭借州长秘书的关系找到州长，想让他给弟弟留条活路。但现在州长处于选票的关键时候，他必须要用弟弟的死来稳住群众的心，所以弟弟的处决是势在必行。无奈香蕉姐只好接受这个事实。护士长告诉了他现在执行死刑的全过程，作为人道主义，现在都选择注射死刑，随着药剂被打入体内，犯人的心脏将会在几分钟后停止心跳，他不会有任何痛苦，平静的死去。听了护士长的话，香蕉姐也总算放下了心中的执念，或许这对弟弟来说才是最好的归宿。但在行刑的前几天，州长为了迎合选民们严惩杀人犯的意愿，将注射死刑全部改成了残酷的电影，甚至他们还通过广播将整个行刑进行直播。而听到这个消息的香蕉姐非常伤心，她不想让弟弟那么痛苦的死去，她向护士长寻求帮助，希望他下次再让弟弟放风时，让护士给他注射麻醉剂，然后由他亲自为弟弟注射安乐死的毒药，让弟弟能够安详的死去。就在实行计划的前一天，香蕉姐推着丰盛的晚餐来探望弟弟，两人聊了许多。她开始埋怨弟弟为什么不按照自己的计划去做，而这一切都被他毁了。但弟弟却说自己爱那个小护士爱得太深。Why didn't you just love me? Why? I sacrificed my life for you. Well, I sacrificed my life for you, and you abandoned me. You just ran away. And then you told me to. So you're done with me? 但弟弟不知道的是，他有多感谢他。香蕉姐告诉他自己是不会放弃他的。第二天，杀死院长的夏洛特突然回来了，这一次他又分裂出新的人格。他现在认为自己是这家精神病院的院长，他模仿着院长的样子和护士长说话，并拿出弟弟的报纸说他是自己最重要的病人，还说自己要通过治疗弟弟来证明自己的能力。这时医院的另一位男护士想要拦住他，
但他却突然拿出桌下的手枪，并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。随后他挟持护士长来到关押弟弟的地牢，一枪打倒警卫，然后将弟弟放了出来。弟弟也被这一幕给整懵了，但现在也无所谓了，只要自己能逃出去。他拿起猎枪逼问护士长自己的姐姐哪去了，为什么来救自己的是一个疯子，他的计划又是什么？而被枪指着的护士长害怕的把所有的事全都说了，而得知姐姐要将自己安乐死的弟弟露出了失望的神色。他将护士长关进牢笼后，拿着猎枪和夏洛特大摇大摆地走出精神病院。就在他们驾车离开时，刚好遇见了赶来的香蕉姐。他看着离开的弟弟，也意识到他们的姐弟情分也到此为止了。几年后，香蕉姐和州长秘书来到墨西哥生活，他们生活得非常惬意。香蕉姐本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幸福地生活下去，但接下来报纸上报道的一起谋杀案，让她开始感到不安。一家医院的7名护士全部遇害，她明白这一切肯定预示着什么。这时服务员拿着接通的电话来找她，当接起电话的那一刻，她就已经知道对方是谁了。 Hello, Edmund. How'd you know it was me? Because I know every thought in your head the moment you have it. I knew you wouldn't stop. And I knew you'd do something to try to get my attention. Did you like my tribute? The nurses' massacre? It was a clue. Well, Edmund, you have my full attention. But listen to me now, sis. I don't have to. You're going to tell me that I betrayed you. And that you're coming for me. And that I should be very afraid. Well,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, little brother. You are the one who should be afraid. Because I am coming for you, Edmund.